这是推理女王阿加莎的封神之作，众多网友把它评为是阿加莎最牛批的作品没有之一，并且此片还开创了一种新的蒙太奇式三角谋杀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，不看到最后1秒钟，即使猜得到凶手，你也绝对猜不到他的作案手法。好了，影片开始，眼前这个金发碧眼的女人名叫林内特，不久前她刚刚继承了父亲的巨额遗产，瞬间成为了英国最出名的白富美。这天她的好闺蜜来找她，想请她帮个忙，原来闺蜜的未婚夫失业了，她希望林内特能帮自己的未婚夫安排一份好工作。说完，林内特很不情愿，并不想帮忙，可当她看到闺蜜未婚夫的下一秒，瞬间就改变了主意。这是林内特第一次对男人心动，只一眼她就爱上了这个阳光帅气温柔细腻的大男孩。大男孩名叫西蒙，不知道是金钱的诱惑还是爱情的力量，西蒙转头就和林内特搞在一起，并很快结了婚。闺蜜气不过，从结婚那天就一直跟着他们。新婚燕尔，林内特和西蒙打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蜜月之旅，两人偷偷来到埃及，可没想到闺蜜竟然也阴魂不散地跟着他们来到了这里。自己的未婚夫被好闺蜜抢走，换谁都咽不下这口气。与此同时，大侦探波洛也来旅游，撞见了这一幕。敏锐的他察觉到这次出行肯定又会遇到一起谋杀，于是他找到闺蜜，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，他劝闺蜜还是放弃算了，好男人多的是。可闺蜜是个性格要强的人，她容忍不了这种背叛。闺蜜表示她恨不得现在就去杀死那两人，可仔细一想，这也改变不了什么，还不如一直跟着他们，在他们最开心的时候出现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恶心。另一边，林内特也很聪明，她为了甩掉闺蜜，偷偷用匿名的方式订了一艘豪华游轮，并等到最后一刻才上船。她以为这样就能彻底摆脱掉闺蜜，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闺蜜早就登上了这艘游轮，并在上面等着他们。匿名订游轮这件事，林内特只跟波洛讲过，因此林内特怀疑这是波洛泄的密。之后，闺蜜就像个冤魂一样，一直偷偷跟踪着两人。他们来到神庙参观，闺蜜就从一旁跳出来给两人当起了导游。他们正想亲热，闺蜜就在旁边装疯卖傻，大吼大叫，实在是破坏气氛。而这一切呢，也全都被波洛看在了眼里。随后，西蒙和林内特又偷偷来到另外一座神庙，两人在下面坐着休息时，突然间头顶掉下来一块大石头，差点就砸死了他们俩。众人都怀疑这是闺蜜干的，然而就在这时，闺蜜却从对面的神庙里走了出来。如果石头是她推下来的话，那么她绝对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那边来到了这边。看来凶手另有其人，又或者说这是一场意外。转眼间到了晚上，众人在游轮大厅玩着花牌，突然间闺蜜走了进来，她喝了点小酒，对着林内特嘲讽道：“防火防盗防闺蜜，斗智斗勇斗小三啊！”此时林内特也已经对她厌烦到了极点，于是便起身回房休息去了。林内特走后，闺蜜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西蒙，就这样两人争执不下。闺蜜一时激动，站起身来掏出手枪，一枪打在了西蒙的大腿上。这是一起令人匪夷所思的连环凶杀案，凶手在一艘游轮上接连杀了3人，最后还当着大侦探波洛的面开枪。本片不看到最后一刻，你绝对猜不到凶手是怎么作案的。激动之余，闺蜜掏出手枪，一枪射在了西蒙的大腿上。看着西蒙中枪痛苦的样子，闺蜜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。而西蒙呢，或许是觉得对她有所亏欠，并没有责怪她。加上闺蜜的枪属于小型枪械，伤害较低，枪声也很小，并没有吸引多少人过来。西蒙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于是让在场的金发妹先把受惊的闺蜜送回房间，然后又让小胡子哥去把医生叫来。随后经过检查，医生表示西蒙的腿骨已经被打断，很长时间都无法下地行走。转眼间到了第2天，波洛刚起床就收到了一个噩耗，林内特昨晚被人一枪给杀死了，案发地就在他的房间。随后波洛赶到现场，发现林内特死前没有任何挣扎过的痕迹，像是在睡梦中被人枪杀的一样。现在最有嫌疑的人就是闺蜜，可是昨晚闺蜜开枪打伤西蒙后，金发妹就将其送到了房间里，并守了她一晚上，原因是怕她想不开。如此来说，闺蜜根本就没有时间来作案。而且有一点值得注意，当时闺蜜开枪后受到了惊吓，枪就掉在了大厅的地上，后来不知道被谁给捡走了。看来捡到枪的这个人就是杀死林内特的凶手。为了弄清这一切之后，波洛找到西蒙，一番询问过后什么都没有发现。接着波洛又叫来林内特的佣人，他是第一个发现林内特尸体的人。经过询问，佣人表示自己的房间在甲板的最下层，那里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，除非自己睡不着才会到处乱走，看到凶手跑进死者的房间。佣人说的这些就像是话里有话似的。说完，波洛继续询问林内特这次出行身上有没有带什么贵重物品。佣人回应，他带了一串昂贵的珍珠项链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，林内特都会把项链放进床头柜里锁着。现在那串昂贵的珍珠项链也不见了，看来偷项链的人跟这起案件也脱不开关系。接着波洛盘问众人，得知昨晚有好几个人都听到了有什么东西落水的声音。说完，波洛就立马派人下水搜寻，结果还真的在水里找到了一把手枪和一块披肩，披肩上有2个洞，似乎是用来包住手枪，以此来达到消音的效果。可是波洛在检查林内特的尸体时发现，
死者是被凶手直接用枪抵住后脑给杀死的。这块披肩是怎么回事呢？随后，波洛找到林内特的管家，经过询问发现，管家的回答支支吾吾的，像是在刻意隐瞒着什么。而且那一次大石头掉下来差点砸中林内特的时候，波洛询问过管家当时在哪里，而他呢却谎称自己在别的地方。然而呢，这个地方当时波洛也在，可波洛却没有看到他，因此波洛怀疑管家和那次落石事件有关，很有可能是管家想独吞林内特的财产，所以才各种设计想要杀死他。刚说完，这时游轮上又发生了一起命案。白富美刚死没多久，游轮上又发生了一起命案，林内特的佣人被人用锋利的手术刀杀死，并藏到了衣柜里。经过检查，波洛在佣人的手指缝中发现了一张被撕下来的钞票小角，看来佣人临死之前还在数钱呢。调查结束，画面一转，波洛又来找到西蒙，正想开口询问，突然一名老妇冲了进来，他对着波洛说道：“昨晚他睡不着，去大厅拿酒的时候，看到有人进入到了林内特的房间里。现在仔细想想，那个人应该就是凶手。可当他正要说出凶手名字的时候，外面突然有人朝他开了一枪，老妇当场死亡。众人听到枪声，立马冲出来查看，可地上只有一把手枪，凶手早已经逃脱了。经调查，这把枪是管家的。于是波洛便带着枪找到了管家，并质问他：你是不是想私吞林内特的财产，所以才一次又一次的设计杀害他？第一次，你推下巨石想要砸死他，可是没成功。接着第二次，你趁闺蜜打伤西蒙的那段时间，偷偷捡起掉在大厅的枪，跑去2楼杀死了林内特。2次案发时你都没有不在场证明，现在你成了此案的最大嫌疑人。说完，管家激动地表示：没错，那个大石头的确是我弄下去的，可那是个意外，石头被他的拐杖给绊到了，他不是故意的。接着管家还声称，船上的这3条人命跟他都毫无关系，随便波洛怎么调查，但是没证据之前请不要乱扣帽子在别人身上。说完，管家离开了。波洛微微一笑，终于明白了所有的一切。随后他将众人召集到西蒙的病房里，开始揭晓真相。还记得之前在盘问佣人的时候，佣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我的房间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，除非是自己睡不着，才会上到2楼看见凶手跑进了死者的房间里。波洛表示这句话非常的奇怪，佣人他好像是在隐晦地表达自己看到了凶手，当时他说的那些应该是在暗示房间里的某个人必须给他点好处，否则的话他就要透露。然而那个时候除了佣人之外，就只有4个人在房间里，波洛和他的助手肯定不是凶手，那么就只剩下了医生和西蒙，而西蒙呢又无法下地行走，难道说凶手是医生吗？推理至此，波洛也不再绕弯子，直接公布了真相，杀死林内特的凶手就是西蒙。说完，医生立刻提出了质疑，西蒙的腿那晚就被枪给击断了，根本无法下地行走，然而他是怎么做到接连杀害3人的呢？而且那个老妇被杀时，西蒙就躺在旁边的病床上，所以说他根本就不可能是凶手。说完，波洛坚定地表示凶手就是他，这是一起合伙作案，西蒙还有其他帮手。原来那天晚上闺蜜向西蒙开枪，其实打中的只是沙发，并没有打中西蒙的腿。西蒙用提前准备好的沾血毛巾捂住伤口，假装被击中了腿部，然后让金发妹将闺蜜送回房间去，接着又让小胡子哥去叫医生。支开他们后，西蒙冲上楼跑到林内特的房间，用枪射杀了还在睡梦中的林内特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西蒙又回到原位，用披肩包住手枪，朝自己的大腿就来了一枪。最后他将披肩和手枪全都扔进了河里。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，西蒙和闺蜜其实早早的就计划好了这一切，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骗局。闺蜜将自己的未婚夫介绍给林内特认识，看到帅气的西蒙，林内特果然上钩。随后林内特和西蒙结了婚，他们2人就开始了最后的计划，只要杀死林内特，西蒙就能继承他的遗产。这样一来，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。那晚佣人的确看到西蒙跑进了林内特的房间，可他起了贪心，想要趁机捞上一笔，于是在病房说了那些话暗示西蒙。西蒙也听出来了，给了他一笔钱财，可刚拿到手就被闺蜜给灭了口。而那名老妇呢，她找到波洛想要举报凶手，正想说出凶手的名字时，突然西蒙在房间里大喊了一句：你真的看到杀死我妻子的凶手了吗？其实西蒙说这句话是在提醒屋外的闺蜜赶紧杀掉这名老妇，而闺蜜呢也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匆忙掏出从管家那偷来的手枪，一枪杀死了老妇。案件的真相就是这样。推理结束，波洛死死地盯着西蒙，最终西蒙的心理防线被击溃，眼看阴谋被揭穿，他也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。好了，案件到此也就结束了。游轮靠岸后，闺蜜给西蒙来了一个吻别，然后趁大家不注意，又偷偷掏出手枪，一枪杀死了西蒙后，再给自己来上一枪。就这样，2人双双殒命，影片也就到此结束了。真是一个令人唏嘘的结局。不看到最后，你猜到凶手的作案手法了吗？下一步你们想看啥？打在评论区吧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